快看快看，造假的造假的！赶紧手机录下来录下来。315给报道一下，这都是水泥做的，冒充古树，这不是骗游客吗？这得曝光一下子。您见人纯人造的东西出现了，活了200年才知道，原来平时景区里见到的熔铸钟乳石全是水泥麻布结合做出来的。先焊接出具体轮廓，下裹上麻布，表面涂抹上水泥，再让师傅精心手工凹出造型，最后通过上色，就能达到天然的钟乳石效果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一系列网友曝光的视频显示，当大家带着期待踏入了景区，却发现所谓的自然景观千年一季，竟是一场场人为打造的视觉骗局。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旅游经历的背后，到底是创意展示，还是赤裸裸的欺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荒诞景象。河南云台山所谓的天然瀑布，原本以为是一处奇景，结果近看才发现是一根大水管伪装出来的假瀑布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这是云台山的天瀑园，这一大根水管，水管在这里伪装成山体，这个就是水管，一直往上面送水。300多米的从这里流出来，这个地方是从这个改道排过来的。就连公共建筑也让人揪心。今年的6月初，太原泰山博物馆景区突然间建筑坍塌，一地碎瓦。没有想到，山西省文物局回应说，这些建筑不是文物，别紧张。游客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一直在被骗。最离谱的还要数西安，原本是冲着世界奇迹兵马俑来的，结果等交通旅途被热心的当地人带去了快捷路线，网友懵了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40分钟后付完钱下车，我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兵马俑是5级景点，但我们来的就是6B级景点。直到看见仿真馆3个字，我就知道在西安的第3天，我们终究成为了菜板上的猪肉任人宰割。而这场假景点的骗局还不止西安独有，不少人发现，在中国各地，那些曾经是锣鼓喧天开业、斥资上百亿打造的人造古镇，正在迅速从网红打卡地沦为了破败的空城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说实话，这结果也不奇怪。我这么喜欢旅游的，也不爱去那些人造的古镇，太复制粘贴了，逛起来大差不差。从硬件到软件都是流水线，一样的巨额投资，卖的是一样的臭豆腐、鱿鱼加义乌小商品，铺的也是一样的黑瓦青石板，连吹的都是一样的想你的风。开工建设时锣鼓喧天，开城建街之后门可罗雀，从造城狂欢到空城遍野，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。这一场因为查重率99%引发的古镇塌房，正在彻底撕裂文旅产业的根基，从众效应引发的热情散尽，后遗症呢让人头大。耗资25亿的张家界大庸古城，现在呢成了停车场打卡地，停车费收入比门票收入还高。济南的宋丰古城用地652亩，开工5年了，主体工程都没有建完，如今呢成了荒草丛生的空城。成都龙潭水乡投资超过20亿，历经4年打造和建设，曾经被誉为成都的青云上河图，现在只剩老人家在里面种菜。全国至少有100家这样的文旅小镇正在被市场无情抛弃。更扎心的是，国内新建主题景区超过2.3万个，能活超过3年的不超过25%。博主认为，这表面上看是游客热情减退，实则背后是资本推动与地方政绩的双重博弈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成绩，不惜举债造镇，场面要大，速度要快，至于能不能够活下去，则被抛在了脑后。古镇本应该是承载历史记忆、连接文化血脉的载体，不该沦为开发商的提款机、地方官员的面子工程。而更讽刺的是，越来越多的网红景点靠几张 P 图就敢全国招商。爬了1个小时，上这个山谷，终于看到了日月映月潭，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映月潭。你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吗？不，这已经成为一条完整的景点工业链。批量找网红探店，集体刷好评造热点，一波人气赚到后，再换个名字继续割韭菜。你们刷到的茶卡盐湖是不是这样的？美到窒息，但现实却能让你当场裂开。所谓天空之镜褪去滤镜后，
只剩下38度暴晒和刺得睁不开眼的紫外线。说好的全美盐湖呢？实际上是自驾青甘大环线时随手拍的一片浑浊发黄的晒盐纸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水泥糊成的雕塑竟然敢打着颜雕旗号糊弄人。最魔幻的是，明明现场这么照片，可所有人还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疯狂找角度加滤镜。很多网络上的景点与现实中的景点之间的落差之大，简直是堪比诈骗现场，看的人是啼笑皆非，哭笑不得。这是网络上的西江千户苗寨，宣传片里美女们个个花容月貌，艳冠群芳，有人不惜自驾千里，只为能邂逅一番。而现实中看到的不是大妈就是大姨，这落差简直不要太大。再来看看丽江有名的网红天台，慵懒的起床，伸个懒腰，古城美景一览无遗，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。但实际上它只是拿来拍照用的，周围环境脏乱差，跟垃圾堆没啥两样，关键还要收费61人。另外，这个类似宫崎骏动漫里的呼伦贝尔小火车，看完是不是感觉唯美的不像话，恨不得立马去体验一番？但实际上它只是几个油桶配台拖拉机，一路上尘土飞扬，一圈下来198，妥妥的大冤种体验。不要来舟山，简直就是大骗局！看一下，全是黄水，什么黄水沟，风很大，吹的帽子眼镜根本摘不开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在这边拍出照片的，真的不理解大家到底在玩什么。而更离谱的是那堆平替海外景点的宣传套路，全国遍地仿制版，小京都、小奈良、小圣托里尼、小瑞士，数量之多令人瞠目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一共有43个小圣托里尼，102个京都，68个小镰仓，52个小瑞士和40个小奈良。想要变成日系景点，只需要满足几个要素：有草地、有树林、有路，那就是小奈良；实在没有路，整个羊驼那也不是不行。想要当小镰仓，最好有湖、有海、有铁轨，反正啥也没有也不要紧，只要滤镜一开，那就是爹妈不认。只要你角度够刁钻，随便找片野地，那也能拍出大片的效果。想要变成西式景点，一般都是从建筑入手，比如说小圣托里尼，那就得是蓝白房子靠大海，只要饱和度调得足够高，哪怕退色成坟头的模样，也能拍出异国风情。外界认为，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流量的荒诞游戏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拉投资，资本为了回本搞炒作，网红为了变现拼命的虚构一切，而最终买单的却是每一个被虚假宣传所吸引、浪费时间、精力、金钱的普通的游客。而这场收割的游戏还不只是风景造假，更渗透进景区的每一个角落。像这种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粉宝石，你们在景区碰到过吗？其实这些都是玻璃，你们如果在景区碰到的话，你猜他们会要你们多少钱？还有这些5颜6色的手镯，这种紫色的数据栏，像这种成堆的话，你们肯定不敢买。但是如果它是单只的呢？如果你们在景区碰到，你们敢买吗？像这种碧玉，你们看一点结构都没有，在景区里面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是顶级的？其实这些都是外蒙料，也就是大玻璃，在这儿成本不到10块钱，他们在景区最少要卖你们几千。还有这种白玉的手镯，其实也是外蒙料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像这种一点结构都没有的，它都是假的，千万不要买。博主还指出，那些标价不菲的绿松石，其实成本可能连2块钱都不到，是一种连矿物学家都不愿意分类的廉价仿品。更离谱的是，还有人会把这些几块钱的假石头摆在古镇摊位，贴上战国古玉或西周文物的标签，旁边再配个专家证书，一口价30-50万。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仿品。不仅如此，很多色彩斑斓的翡翠、碧玺、水晶也都只是普通的石英，经过染色处理，冒充高档玉石。那个多注意一下。对，在旅游景点就不要买这些东西了，什么银碗啊、银元宝之类的呀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。那银包锡，那都是这些假的。警惕一下别人。你们在旅游景点就千万不要去买这些金银首饰啊，是吧？这种投资银条里面都是假的。啊，看上去漂漂亮亮的了，投资银条100克。烧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哈。还有网友描述了自己去西双版纳遇到的奇葩事。西双版纳高铁站一下车，准备打车去酒店，然后门口停了很多出租车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某某酒店，他说80，正常来说就20来块钱就到的一个酒店。他说那我可以不载你啊，我要等下一位。
然后旁边的一些司机就起哄说，那你去告状看一看，你几百块钱你都打不到车，那你的旅游就这么搞的吗？你现在就已经乱成这样子了吗？你们过节就拿消费者来开涮吗？涠洲岛这个地方能别来就别来，千万别来，这个岛上就跟穷疯了没见过钱一样。第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无语的点，我们到岛上了之后，就你从那个船上下来，他还要过一次安检。哎，我当时还挺奇怪的，我说这个出闸机还能过啥安检呢？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一遍安检了，而且他那边全部是那种闸机口，就没有空，没有说是能给你一个逃票的空间。我当时还挺疑惑的，结果我才知道，就是出闸机的时候人家要刷身份证，为啥呢？因为你要买一个98块钱的一个门票，就等于你只要上这个岛，你只要在这个岛的土地上，你就要掏98块钱的门票，就不然的话你就进不去，你就出不了他那头，然后你毛也没干呢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哐呲就是要花98，上岛船票是180还是190来着，加上一个人98块钱的门票，就等于你啥也没有干，300块钱已经出去了。第二个让我觉得这个岛上的人都穷疯了这个点，我们去那个石螺口的那个沙滩，然后在那个沙滩上，就是他租那个沙滩椅嘛，我们一共是4个人，我们家一家4口，然后他那边是放了一个桌子，然后4把太阳椅，然后1个太阳伞，当时放在那儿了之后，我们就在那儿问那个老板价钱，然后他说是100块钱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钱扫给那个老板了之后，他突然把椅子拿走了一把，然后我当时我问他，我说老板，我说我们4个人，我说你拿走一把椅子是啥意思啊？然后那个老板说你们这个套餐是3把椅子啊，我们4把椅子要加钱的。我说那人家不都是4把椅子吗？那个老板说人家这就是那个150的套餐呀，跟你们这个不一样说的。我还能说啥呢？你是不是穷疯了没见我钱，在这给我坐地起价？我钱都扫给你了，你跟我说你这3把椅子，照样不说啊？看我们4个人在那站着，然后你说3把椅子，你就是想加钱你就直接说嘛，你直接把你那个手伸到我口袋里面，你拿来就行了嘛，在这搞这个套路干啥？真够恶心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